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2006年，蘇喺英國 Mansfield 買咗一間屋，為咗美化間屋，佢決定喺後院度種植一啲花草樹木。最奇怪嘅係，無論佢用乜嘢方法播種，後院入面有一塊地就永遠都冇辦法長出植物。過咗一段時間，佢索性喺嗰塊地上面鋪咗大理石，亦都冇再去深究點解嗰塊地長唔出植物。直到2013年10月嘅某一日，警方撳咗佢屋企嘅門鐘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蘇間屋就成為咗全英國嘅焦點，因為警方喺佢嘅後院度挖出咗2副骸骨。呢2位死者就係呢間屋嘅前屋主 William 同埋 Patricia。 William 做過煤礦工人，亦都曾經喺軍隊服役。之後佢成為咗一位船員，跟住商船隊去到唔同嘅國家進行交易。1954年，佢返到咗倫敦，並認識咗喺律師樓做書記嘅 Patricia。佢哋於1958年結婚，並喺同年誕下咗獨生女 Susan。 William 夫婦嘅生活好低調，連相都冇影多幾張。佢哋嘅朋友唔多，亦都好少同鄰居打交道。鄰居將 Patricia 形容為一個比較老派嘅人，而 William 就係一個嚴肅而且經常拒人於千里之外嘅人。兩夫妻嘅生活可以用深居簡出嚟形容。佢哋嘅女 Susan 係一位圖書館管理員，佢透過婚姻介紹所認識咗 Christopher。Christopher 係一位信貸管理員，亦都係一位軍事迷，佢好鍾意收集軍事嘅紀念品。而 Susan 就鍾意收藏荷里活明星嘅簽名同相片等紀念品。志趣相投嘅佢哋於1983年結咗婚，並喺倫敦定居。Susan 喺結婚之後就辭咗份工，只係依靠 Christopher 份人工嚟維持生計。但係佢哋對收藏紀念品嘅迷戀程度，簡直可以用痴迷嚟到形容。佢哋將所有嘅積蓄都用嚟購買收藏品，好快就陷入咗財困。一位鄰居回憶話， Christopher 夫婦睇起嚟好燈千璽，佢哋嘅衣着都好殘舊，冇汽車，就連單車都冇。當地一間商店嘅老闆將 Christopher 形容為一個錙銖必較嘅人。當老闆找錢俾佢嗰陣，佢一定會一分一毫慢慢咁計清楚，驚死老闆找少咗錢俾佢。離開商店之後，佢亦都會企喺門口不斷咁檢查佢嘅收據。Christopher 夫婦間唔中都會去到 Mansfield 探望 William 同 Patricia。不過喺1998年5月之後，就再冇人見過 William 夫婦啦。有一日， William 夫婦嘅鄰居 John 發現佢哋嘅後門俾人打開咗。由於 John 已經一排冇見過 William 夫婦啦，佢擔心有人入室盜竊，所以佢就去咗隔離屋望下。呢個時候， Christopher 喺屋入面行咗出嚟，話俾 John 知佢嘅外父外母已經搬到咗 Morecambe 居住。Susan 同 Christopher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過嚟幫父母打掃間屋、修剪草坪同埋繳交水電費等。John 有時都會過嚟同佢哋寒暄幾句，順便問候下 William 同 Patricia。 Susan 每次都會同佢講父母過得好好，佢哋非常享受喺 Morecambe 嘅生活，仲經常去到海邊吹海風。2005年，有一名女子因為忘記拉手掣，佢架車就由斜坡度撞入咗 William 夫婦屋企嘅後院，
將籬笆都撞爛晒。正常情況嚟講，Susan應該會向嗰名女子索取賠償，但係 Susan 並冇咁做，佢反而喺幾日之後就自費將籬笆整好咗。2006年 Susan 就將父母間屋賣咗俾而家嘅屋主蘇。自此之後 William 夫婦就好似人間蒸發咗一樣，鄰居亦都再冇聽過佢哋嘅消息啦。冇錯，佢哋唔單止喺人間蒸發咗，而係永遠咁消失喺人間。1998年5月嘅某一日， Susan 同 Christopher 嚟到父母嘅屋企探望佢哋。呢個時候 Christopher 拎出手槍，對住外父外母個心口，每人開咗2槍。當晚 Christopher 喺後院挖咗一個大窿，將 William 夫婦嘅遺體埋咗喺嗰度。當時曾經有鄰居見到 Christopher 喺後院挖窿，雖然喺夜晚挖窿嘅行為好可疑，但係 William 夫婦嘅後院咁大，挖窿嚟種植一啲花花草草，亦都好正常。結果喺第2日早晨，佢真係見到 William 夫婦嘅後院都種滿咗植物，佢自然亦都放低咗疑慮。案發之後嘅第2日 ，Susan 就嚟到咗銀行，將佢同媽媽聯名戶口入面嘅4萬英鎊積蓄全部攞咗出嚟。為咗營造 William 夫婦仲在世嘅假象， Susan 會冒充父母嘅簽名，回信俾福利局，確保佢哋嘅養老金唔會被中斷。除此之外，每逢過時過節 ，Susan 亦都會寄賀卡俾父母為數唔多嘅親戚，交代佢哋嘅近況。佢喺2007年嘅一張聖誕卡入面寫到：我嘅爸爸年事已高，而我媽媽嘅健康狀況唔係太好。考慮到愛爾蘭嘅空氣比較好，所以佢哋最近呢幾年都一直喺嗰度旅行。咁多年嚟，鄰居一直都以為 William 夫婦移居到外地生活，加上佢哋中意低調，所以冇聽到佢哋嘅消息，亦都好正常。或者佢哋真係唔想俾人打攪呢？而 William 夫婦嘅親戚亦都會定時收到賀卡，雖然冇見到面，但係亦都得知佢哋依然安好，所以一直以嚟都冇人對 William 夫婦突然消失而起疑，亦都自然冇人為咗呢件事而報警。直到2012年，福利局寄咗一封信俾 William。考慮到 William 今年已經係100歲啦，佢哋想要同 William 見面，見識一下呢位人瑞，評估佢嘅需要，順便為佢慶祝生日。雖然 Susan 以爸爸嘅名義回信俾福利局，拒絕會面，但係福利局依然堅持想要同 William 會面。呢個時候 Susan 同 Christopher 開始緊張啦。佢哋知道呢件事好快就會被揭穿啦，於是佢哋決定着草。兩夫妻帶住 Christopher 喺公司拎走嘅1萬英鎊，同埋佢哋珍而重之嘅收藏品，逃到咗法國嘅利爾。由於語言不通，佢哋冇辦法喺法國揾到工作，而佢哋身上嘅錢亦都已經使得七七八八啦。由於佢哋身在國外，所以冇辦法由 William 夫婦嘅銀行戶口入面領取養老金。雖然身無分文，但係佢哋始終都係唔願意變賣佢哋嘅收藏品嚟套現。喺走投無路之下， Christopher 打咗一個電話俾佢嘅繼母 Elizabeth， 佢話俾繼母知佢而家好等錢使，並同佢講咗一個匪夷所思嘅故事。Christopher 話1998年5月，佢嘅妻子 Susan 喺父母嘅屋企度過夜。佢喺半夜嗰陣被噪音嘈醒，
於是佢就起身睇下乜嘢事。佢發現佢嘅媽媽 Patricia 開槍殺死咗佢嘅爸爸。之後 Patricia 話俾 Susan 知，其實佢哋兩夫妻根本就唔想要 Susan 呢個女，而且 Patricia 仲向佢承認自己同 Christopher 有路，並不斷咁利用呢件事嚟挑釁 Susan。Susan 一怒之下就開槍將媽媽殺死咗，並將佢哋嘅遺體埋咗喺後院。Christopher 以為繼母聽咗之後會寄一啲錢俾佢，但係 Elizabeth 就選擇咗大義滅親。佢將呢個匪夷所思嘅故事話咗俾警方知。警方接獲投報之後，雖然對呢件事抱持住懷疑嘅態度，但係佢哋都係展開咗調查。深入調查之後，警方開始相信呢件事可能係真嘅。1998年5月之後，就再冇人見過 William 夫婦啦。就連賣樓嗰陣，佢哋亦都冇出現。另外，佢哋嘅醫療記錄亦都全部停留喺1998年，再冇更新過。呢一點好唔尋常。於是，警方決定去到 William 夫婦間舊屋睇下。佢哋帶咗尋屍犬同埋探測雷達喺後院度尋找遺體嘅位置。終於喺一塊鋪咗大理石嘅草地度挖出咗2副骸骨，仲揾到4粒子彈。槍械專家之後證實，殺死 William 夫婦嘅係一支二戰時期嘅.38手槍。呢支槍亦都係 Christopher 嘅收藏品。揾到遺體之後，警方 send 咗一封電郵俾 Christopher， 話俾佢知警方已經知道佢哋嘅罪行。出乎意料嘅係 Christopher 回覆咗警方嘅電郵，並表示佢哋願意返到英國自首。3個禮拜之後， Christopher 同 Susan 遵守咗承諾，佢哋帶住佢哋珍而重之嘅收藏品以及身上僅有嘅$1返到咗英國自首。喺佢哋被逮捕嗰陣，身上仲背負住16萬英鎊嘅債務。調查報告顯示 Christopher 夫婦喺呢15年嚟一共盜領咗 William 夫婦超過28萬英鎊嘅養老金，加上佢哋賣樓嗰陣所得到嘅錢， Christopher 同 Susan 咁多年嚟嘅生活應該係衣食無憂，點解會變到咁落魄呢？呢一切都係多得佢哋中意收藏紀念品嘅嗜好。佢哋曾經分別使咗2萬英鎊同埋34000英鎊嚟到購買美國歌手 Frank Sinatra 同埋美國演員 Gary Cooper 嘅簽名相同埋紀念品。Christopher 亦都使咗好多錢嚟到購買軍事歷史嘅繪本同埋一啲軍人服飾。佢哋不惜向銀行貸款，就算背負住重重債務，亦都要買到心頭好。2014年，本案正式開審。Christopher 同 Susan 都否認咗謀殺嘅控罪，而 Susan 就承認咗罪名較輕嘅誤殺罪。佢哋仍然喺庭上堅持住自己編造嘅故事。Susan 表示 Christopher 係喺案發之後1個禮拜先至知道呢件事。丈夫本來打算報警，但係最後都係俾佢阻止咗。控方指出 Susan 根本就係有預謀殺人，佢嘅目的就係金錢。原來早喺70年代，Susan 嘅繼婆婆曾經留低咗1萬英鎊俾佢，但係 Patricia 就堅持嗰筆錢係屬於佢嘅。Patricia 用呢筆錢買咗一間屋，之後再轉賣出去，仲賺取咗超過25000英鎊嘅盈利，而 Susan 就1毫子都冇得到。Susan 認為 Patricia 故意呃走咗原本就係屬於佢嘅遺產，佢咁多年嚟都一直耿耿於懷。1998年5月
爭人成身債嘅佢，把心一橫，就將父母殺死咗，再盜領佢哋嘅退休金嚟到還債。控方認為，雖然 Susan 係成單案嘅幕後主腦，但係開槍嘅人係 Christopher。根據驗屍報告，死者嘅胸部各中2槍，槍槍致命。兇手應該係有開槍嘅經驗。巧合嘅係 Christopher 就係當地槍會嘅會員。最終 Christopher 同 Susan 被控雙重謀殺罪，罪名成立，判處終身監禁。2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。Susan 喺2015年提出上訴，認為佢嘅刑期過重。佢話法官喺判刑嗰陣根本就冇考慮到佢嘅童年經歷。佢嘅爸爸喺佢細個嗰陣就一直虐待佢，佢嘅媽媽亦都係幫兇。不過佢最終都係上訴失敗。喺疑團被解開之後，賣咗兇宅嘅蘇雖然對過去所發生嘅事感到難以置信，但係佢表示佢好鍾意呢間屋，而且 William 夫婦咁多年嚟都冇傷害過佢，所以佢亦都冇打算搬走。呢單匪夷所思嘅案件，亦都喺2021年被改編成迷你劇集《Landscapers》。